这对情侣正在海边嬉戏，突然他们发现一辆焚毁的桑塔纳。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这是很典型的毁尸灭迹，凶手很老练，不仅卸去了车牌，还毁掉了发动机的车号。像这样的桑塔纳在本市有成千上万辆，再加上尸体被烧毁，所以暂时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在这时，刑警队收到报案，博物馆内一尊北魏年间的千手观音像竟是赝品，至于何时被人调包的竟无人察觉。刑警队长国华接下了此案，同时部里下了死命令，要求国际佛教协会离境前必须追回千手观音金像。根据国华现场的勘查发现，此次盗窃是一起利用替换监控画面的高科技犯罪。同时国华发现馆内有一个气窗有很明显的绳索勾了痕迹，而且在上面还发现了一个掌印。由于犯罪嫌疑人戴着手套，所以并没有取到指纹，但幸运的是警方在气窗上找到了嫌疑人的一根头发，经化验是 B 型血。同时根据掌纹判断，这个嫌疑人的右手小拇指比常人弯曲，但仅凭这些不足以破案。于是国华决定暂时将精力放在侦破焚尸案上。但意外的是，在调查中发现焚尸案中汽车尾部的泥点和博物馆门口工地的泥点完全吻合。有了这个发现，国华提议将两案并案调查。现在破案的关键是找出死者身份。很快警方通过死者脚上的鞋找到了头绪。这种鞋是我市红星鞋厂在80年代中期生产的，后来因为款式难看，很快就停止生产了。陆鹏两人找到这家红星胶鞋厂，从保安这也得到了确认，死者穿的鞋子确实就是他们厂里生产的。他们厂里一直发不出来工资，总拿鞋子抵钱。师傅，你们厂有没有个工人右手的小拇指是弯的，像这样？还真有这么个人，韩彪。保安将陆鹏他们带到韩彪的宿舍，经过一番搜查，他们带回韩彪的几根头发，发现韩彪的血型居然也是 B 型，和警方在博物馆发现的毛发血型一致。陆鹏大胆猜测焚尸案的死者也许就是韩彪。同时他们还在韩彪家找到一本相册，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国华的注意。陆鹏认出和韩彪合影的男人叫李一平，是一起文物走私案的主犯，目前已经被收监。但国华的脸色却显得不对劲。前的线索来看，死者韩彪就是千手观音的盗窃者。韩彪得手之后，不是被杀人灭口，就是被杀人劫货。国华立即提审李一平，发现竟真的是他10几年前当兵时的队长何永生。从何永生这打听到韩彪有一个女人，陆鹏随即找到这个叫江小山的，谎称自己是韩彪的朋友来取个东西。果然在韩彪的一件外套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4号凌晨2点和一个手机号，这个正是千手观音被盗的时间。而这个电话号码经核实是黄海商贸公司的电话，这个公司和东南亚一些小公司有相交的商务往来。公司有2个股东，一个叫李宏伟，另一个叫姚巨德。而警方在韩彪家的电话里也曾查到，韩彪被害前曾和姚巨德通过电话。陆鹏推测杀害韩彪的很可能就是姚巨德。为了弄清楚这个黄海商贸公司到底有没有猫腻，国华再次找到何永生。何永生告诉他们，这个黄海商贸公司表面是做进出口生意，实际上干的却是倒卖文物的勾当。至于这次千手观音盗窃案的主谋是谁，何永生觉得姚巨的老奸巨猾，贪得无厌，在生意上没人缘，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所以千手观音盗窃案的主谋应该不是他。真正最难对付的人是这个李宏伟。何永生提醒国华要多加注意，考虑到何永生在地下古玩市场混得开，对后续破案会有帮助。国华提议让何永生协助破案戴罪立功。何永生虽然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在办案期间恢复他的自由。从监狱出来后，何永生就在陆鹏的监视下偷偷潜入了黄海商贸公司，果然找到姚巨德偷盗千手观音的证据，但千手观音现在在谁的手上却不得而知。就在这时，公司另一股东李宏伟意外遇袭，竟然被打傻了。国华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蹊跷，于是让陆鹏对李宏伟要严密观察。就在案件进一步侦破时，又有一个叫高欣然的女人在餐厅卫生间被神秘杀害。根据餐厅服务员回忆，当时那个女人是一个人来的，什么都没点，坐了一会就走了。这期间并没看她跟其他人接触，不过她身后坐了一个人，长头发，应该是个女人。听到服务员的描述，何永生突然借口上厕所离开了。第二天国华来餐厅调监控录像带，谁料保安却告诉他，昨天已经有一个说是警队的来拿走了。这让国华怀疑上了何永生，于是立马让人调查何永生近3个月和什么人有接触。
结果顺藤摸瓜查到何永生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儿，而每天来接送他女儿的就是一个长头发的男人。这个男人叫老高，原来何永生曾对他有恩，所以在何永生坐牢期间，老高便承担起了照顾何永生女儿的责任。而何永生之所以包庇他，也是不想女儿以后又没了依靠。可是就在陆鹏他们带老高回警局的路上，老高却被人故意开车撞死。国华愤怒地质问何永生为何不相信警方。此刻何永生也很后悔，于是决定接下来全力配合警方为老高报仇。随后警方找到老高家进行搜查，但找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何永生想起老高有个习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都会录下来。果然在墙上的一幅照片上发现了一盒磁带。听到录音大家都很惊讶，因为里面的声音竟是李宏伟。看来这个李宏伟一直在跟警方装疯卖傻。果然等警方去找时，李宏伟已经逃之夭夭了，而姚巨德这边也准备逃走。警方迅速出动抓捕姚巨德，果真在姚巨德的车里找到了千手观音金像。姚巨德一口咬定是李宏伟指使他偷的，他还透露李宏伟手下有个贴身保镖叫大头，韩彪高欣然还有老高就是他杀的。谁料经过鉴定，姚巨德的千手观音竟也是假的。姚巨德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也被李宏伟给骗了。为了给老高报仇，何永生决定独自去找李宏伟。他先找到姚巨德所说的大头，但两人打斗中，大头却出了意外落水溺亡。另一边李宏伟这边几天没找到大头，又听说香港拍卖行准备拍卖千手观音金像，李宏伟生性多疑，他怀疑大头换走了他的真千手观音，于是让手下去找一位懂行的人来鉴定一下。谁料手下找来的竟然就是何永生，而警方也根据何永生身上的追踪器找到了这里。李宏伟见形势不对，立马拿着千手观音逃走，何永生一路紧追，两人跑进一栋废弃工地，眼看李宏伟狗急跳墙朝何永生开了枪，身后的特警随即开枪射杀。就这样李宏伟死了，而何永生挽回国宝，也算戴罪立功。不过最后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但他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给了女儿。